有一位日本医生研究血糖问题长达58年之久，他近日郑重宣布，糖尿病的祸根终于被他揪出来了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好奇，这个让全球数亿人陷入甜蜜危机的元凶到底是什么？故事要从糖尿病本身说起。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，其实一点也不甜蜜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血液里糖分含量长期过高，伤害身体各个器官。健康人吃完饭，食物转化的葡萄糖会进入血液，胰岛素这个钥匙负责把血糖送进细胞当燃料。可在糖尿病患者体内，这把钥匙不好使了，要么胰岛素分泌不足，要么细胞对它不理不睬，结果葡萄糖进不去细胞，在血液里越积越多。久而久之，高血糖就像在血管里跑洪水，冲击我们的心脏、肾脏、眼睛和神经，带来一连串可怕的并发症。那糖尿病是怎么引起的呢？有的人天生胰岛有缺陷，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，这是第一型糖尿病，但更多人得的是第二型糖尿病，祸根往往在后天生活习惯。医生们发现，肥胖、缺乏运动、压力过大等等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。然而，在众多因素中，饮食无疑是最关键也最直接推手。于是，我们的日本专家把目光锁定在一日三餐上，开始了漫长的真凶追踪之旅。这位日本血糖专家经过数十年临床研究，终于指出糖尿病的重要诱因在于我们摄取碳水化合物的方式。他发现，不是所有食物都会让血糖飙升，最大的幕后黑手正是一些精致和高升糖指数的主食与糖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日常餐桌上看似平常的某些食物，其实是血糖升高的主要祸根。首先被点名的是三白食品，白米饭、白面粉、制品和白砂糖。想象一下，一碗雪白的米饭下肚后，短时间内就会分解成大量葡萄糖，直接冲击血管。精白米的升糖指数 GI 值高达80以上，意味着它会快速提高血糖。而白面包、馒头这类精致面粉做的主食 GI 值更是接近90，可以说是摇身一变就成了糖。至于白砂糖就更不用说了，一杯含糖饮料，一道甜点，几分钟内血糖值就蹿上去了。日本专家感叹，许多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这三白，难怪身体每天像坐血糖过山车。除了米饭和面食，一些我们以为很健康的天然食物，其实也藏着升血糖的陷阱。例如甜甜的蜂蜜和果糖含量高的柿子。蜂蜜虽是天然食材，但含有大量可直接吸收的糖分，一勺就能让血糖直线上升。柿子等糖分高的水果也是如此，吃一两个没问题，但若当成饭后甜点猛吃，体内的糖负荷仍然很大。还有甘蔗，直接咀嚼甘蔗等于在喝糖水。甚至红薯这样的淀粉类蔬菜也可能是伪装的坏人。红薯营养丰富，但淀粉多，升糖指数不低。尤其把红薯熬成粥，煮得软糯时，消化吸收更快，血糖也跟着快速上升。因此，日本专家提醒高血糖人群，以上这些高 GI 值或高糖食物就是让血糖失控的元凶，能少吃就少吃。还有一种隐藏的危险来自液体的糖。糖尿病专科医生木田善二就警告过他，绝对不碰的东西之一是各种含糖饮料，包括看似健康的果汁。喝下一瓶汽水或一杯果汁，等于往血管里倒进大量游离糖，不仅升糖快，而且过剩的果糖会在肝脏转化为脂肪，久而久之让人发胖，胰岛素作用变差，更容易诱发糖尿病。相反，白开水和无糖茶才是最佳饮品选择。当然，并非所有碳水都是洪水猛兽，一些粗糙未经精制的主食，因为含有纤维和更复杂的结构，升血糖速度就慢得多。例如糙米的 GI 值只有精白米的1半左右。因此，引发糖尿病的祸根不在于吃了碳水，而在于吃太多、太精的碳水。正如这位日本专家所说，摄取碳水的方式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每餐摄入过量精致淀粉，又缺乏纤维、蛋白质来缓冲，血糖长年累月大起大落，胰岛功能迟早被拖垮。幸好，对抗这些升糖祸根，我们也有降血糖的救星食物。日本的研究和许多营养学发现，有几类食物堪称高血糖的克星，经常食用可以帮助稳住血糖，就像派出英雄对付坏人一样。
第一位英雄，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杂粮，代表之一就是燕麦。燕麦片是一种粗粮，它的纤维含量远高于精白米和白面包。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，让餐后血糖上升的慢一些，不那么陡峭。更神奇的是，燕麦中含有一种叫贝塔葡聚糖的可溶性纤维，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，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血糖。早餐来一碗燕麦粥，既能提供能量，又不会让血糖飙高，是高血糖人群的理想选择。第二位英雄，各种豆类食物，黄豆、黑豆、红豆等豆类，不仅是优质蛋白质来源，也富含纤维和矿物质。豆类食物消化速度慢，升糖指数普遍很低。吃豆子可以稳定血糖，提供长时间的饱腹感，不容易饿。更棒的是，豆类里的镁、钾等元素有助于胰岛素正常工作。日本人餐桌上常见的豆腐、纳豆其实都是控糖的好帮手，比如纳豆富含蛋白和纳豆激酶，这种发酵的大豆食品升糖影响很小，还对心血管有益，一举两得。第三位英雄，坚果和健康脂肪。别小看零食碗里的核桃、杏仁、腰果，这些坚果适量食用对血糖控制大有益处。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、蛋白质和纤维，升糖指数几乎为零，但能延缓其他食物中糖分的吸收。餐间饿了，吃上一把小坚果，既解馋又不大幅升高血糖，而且坚果中的好油脂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呢。不过要注意，坚果热量不低，一小把足矣，别一不小心当成瓜子嗑个不停哦。第四位英雄，鱼类等高蛋白食物，深海鱼、瘦肉、蛋类，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材，是糖友餐桌不可或缺的主角。以鱼为例，鱼肉的 GI 值只有40左右，远低于等白饭，而蛋白质本身不会使血糖升高，反而在胃里停留时间长，能减缓碳水的吸收。所以一顿饭里如果有鱼有肉，血糖上升速度会比只吃米饭来的缓和。此外，鱼类富含的 Omega-3 脂肪酸还有助降低炎症，保护心血管，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更加分。日本人爱吃鱼生和烤鱼，或许正是他们糖尿病发病率曾经较低的秘诀之一。第五位英雄，富含特殊植物营养的蔬菜，各种绿叶菜和十字花科蔬菜热量低，纤维高，是公认的降糖好食物。例如花椰菜，也叫西兰花，就是明星代表。花椰菜不但纤维丰富，可以减缓糖分吸收，还含有一种特殊成分硫代葡萄糖苷，在体内代谢生成萝卜硫素。有研究发现，萝卜硫素能够促使肝脏减少制造葡萄糖，帮助降低血糖。在实验中，让2型糖尿病患者服用浓缩的花椰菜、芽菜提取物，几个月后，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都有所下降。虽然多吃一盘西兰花未必有立竿见影的药效，但长期来看，多摄入这些富含植化素的蔬菜，如苦瓜、洋葱、番茄等，对稳血糖大有裨益。苦瓜尤其值得一提，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，内含的苦瓜苷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糖。在日本冲绳，人们爱吃苦瓜炒蛋，据说这也是当地长寿且糖尿病率较低的一大因素呢。总结来说，富含纤维的粗粮、豆类、健康蛋白质和油脂，以及各种蔬菜水果，注意选择含糖较低的品种，如莓果、柑橘等，都是血糖的听话朋友。它们让血糖释放更平稳，不给胰岛素添乱。经常把这些食物请上餐桌，血糖自然就乖乖听话，不再轻易飙高。除了挑选食物种类，日本的血糖专家们还有不少妙招，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饮食中把血糖控制得更稳。听起来甚至有点不可思议。妙招1，注意进食顺序，先蔬菜后主食。日本医生们总结出餐序黄金法则，吃饭时先吃蔬菜，再吃肉类、鱼类等蛋白质，接着喝汤，最后才动筷子吃米饭、面包等主食。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？原来饭前先来一份富含纤维的沙拉或蔬菜汤，纤维会在胃里形成一道屏障，减缓后续淀粉糖分的消化吸收，同时蛋白质和脂肪的加入也能延缓胃排空。等到最后吃主食时，葡萄糖就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进入血液，不会一下子冲击胰岛素。很多患者实践这种吃饭顺序后发现，
餐后血糖峰值明显降低。下次吃中餐馆的大鱼大肉前，不妨先把清炒蔬菜吃几口，打个底，再也不用担心后面的美食让血糖飙升了。此外，日本专家还推荐餐中巧用一点食醋调味，原来醋酸有抑制淀粉酶的作用，能进一步减缓碳水的分解吸收。难怪日本料理喜欢醋拌菜、醋渍小菜，不只是提味，还是暗藏着控糖的智慧呢。妙招2：细嚼慢咽，每口嚼上30次。吃饭狼吞虎咽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，然而吃得太快，不但容易吃过量，导致肥胖，还会让血糖值骤然升高。大脑需要大约20分钟才能接收到饱了的信号，吃太快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超量。日本资深糖尿病医生栗原义就严格要求患者每一口食物至少要嚼够30下。细嚼慢咽有助于食物充分混合唾液中的淀粉酶，提前在口腔就开始分解一部分碳水，反而使后续消化过程更缓和均匀，不会出现集中吸收而引起的血糖猛冲。此外，慢慢吃还能让大脑及时感到饱足，避免暴饮暴食。试试看，从今天晚餐起，放下手机和筷子，好好品味每一口，美味会更持久，血糖也会更稳定。妙招3：巧用餐具和环境控制食量。有时候道理我们都懂，但就是管不住嘴。日本营养家分享了一些小技巧，帮助减小食量又不觉得饿。比如换一个小1号的饭碗盛饭，相同的一团米饭放进小碗里会显得满满当当，视觉上感觉吃了很多，其实无形中已经比平时少吃了。再比如用稍微重一点的碗筷，这样每次送入口都会觉得手沉，需要歇一歇，不知不觉就放慢了进食速度。还有人干脆使用分隔餐盘，把蔬菜、肉类、主食分别装在不同格子里，这样能清楚看到自己吃了哪些类别，提醒自己均衡饮食，不会只顾着主食一口接一口。除了餐具，小环境也很重要。想避免饭后甜点的诱惑，那就别把蛋糕点心摆在眼前。日本有位医生建议，把高糖零食放进柜子深处或高处不常看见的地方，甚至贴上字条，馋虫来袭时才能开封，这样眼不见心不乱，降低临时嘴馋的机会。同样道理，吃完正餐立刻收拾剩菜，别留在桌上招手，以免因为不浪费食物的念头又多吃一轮。通过这些小妙招来和自己的食欲斗智斗勇，我们就能更轻松地管住嘴巴。妙招4：调整作息，避免宵夜和晚睡。不少上班族忙碌一天，晚饭都吃得很晚，甚至临睡前还饿了加餐一顿。日本专家提醒，长期晚饭吃太晚，热量来不及消耗，就容易变脂肪囤积，而且深夜进食更会干扰胰岛素的节律，导致血糖水平在夜间居高不下。理想情况下，晚餐最好在傍晚适时吃，距离睡觉有4-5个小时消化时间。如果因为加班实在吃晚了，那就尽量减少碳水摄入的量，避免胃里负担过重。睡前觉得肚子饿也尽量忍一忍，或者用极低热量的小食如黄瓜条、清汤来垫垫胃，千万别大吃零食甜品。更直接的办法是早点上床睡觉，避免深夜还清醒，自然就不会嘴馋。养成规律早睡的习惯，不但让身体激素分泌更健康，对血糖控制也有帮助。妙招5：适度饮酒未必全是禁忌。一般人都认为糖尿病患者要绝对戒酒，但栗原医生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，少量饮酒对血糖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。他指出，酒精虽然含热量，但不会直接升高血糖，反而身体会优先代谢酒精，这过程中肝脏会暂时减少输出葡萄糖，因此有时适量喝一杯，反而使得酒后隔天早晨血糖略低于平常。当然，这可不是鼓励大家去拿酒当药喝，过量饮酒会损伤肝胰功能，增加其他健康风险，而且啤酒、甜鸡尾酒中也含不少碳水。日本专家的结论其实是，如果已经习惯小酌，适量的清酒、红酒是可以接受的，但不饮酒也不必为了降血糖去沾酒。总之，把握一个度，切忌贪杯。可以看到，日本的血糖专家们提供的很多是生活化的小建议，看似平凡，却蕴含科学道理。这些技巧从吃什么到怎么吃，再到如何避免吃太多，全方位地帮助我们与高血糖做斗争。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习惯改变，
能够累积成显著的健康效果。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，不仅日本专家，全球医疗界对糖尿病的预防与控制已达成一些最新共识。饮食控制和生活方式调整就是对抗2型糖尿病的基石。也就是说，糖尿病并非绝症，通过健康的生活策略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压制住，甚至某些情况下逆转。在饮食方面，现代共识提倡的是均衡且适度的饮食模式，而非一味的完全禁绝某种食物。过去人们谈糖色变，干脆不碰任何含糖食物，其实没必要走极端。关键在于选择好的碳水，控制总量，比如用全谷杂粮替代部分精白主食，多吃蔬菜水果来增加纤维，减少添加糖和含糖饮料，这些都是各国营养指南一致推荐的控糖要诀。同时要确保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因为它们不仅提供必需营养，也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。地中海式饮食，日本和中式的传统饮食其实各有降糖优势，前者富含坚果橄榄油，后者偏重蔬菜豆腐鱼类。这些健康饮食模式都强调天然食材、多样搭配和不过量摄取，长期坚持有助于预防和控制糖尿病。保持健康体重被公认为控糖的核心目标之一。肥胖，尤其是腹部肥胖，会显著降低胰岛素作用，因此减重对高血糖者来说往往能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。有研究指出，哪怕体重减轻 5%、10%，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和代谢指标就会明显改善。如果能更大幅度减重，甚至达到理想体重，一部分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可能降回正常范围，实现所谓的糖尿病临床缓解。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常说，管理糖尿病7分在吃，3分在动，饮食控制摄入，运动消耗热量，两手一起抓，才能有效减重，又不营养失衡。规律运动是生活方式调整的另一大支柱，运动时肌肉会直接消耗血糖，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度，让细胞更乐意吸收葡萄糖。饭后散步30分钟或进行轻微运动，能明显降低餐后血糖峰值。长期来看，每周坚持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，比如快走、骑车、跳舞，再搭配2-3次抗阻力量训练，可以增强肌肉，减少脂肪，从而帮助血糖长期稳定。日本上班族喜欢饭后走路或骑自行车通勤，这些日常活动量的累积对预防糖尿病大有益处。反之，长时间久坐不动则被视为新的健康杀手。现代医学号召大家能站就别坐，能动就别躺。除了饮食和运动，良好的睡眠和情绪管理也写进了最新的控糖建议中。睡眠不足和慢性压力会干扰体内激素平衡，升高应激激素水平，从而导致血糖波动。有时候饮食明明很注意了，但因为压力山大或熬夜多，血糖还是控制不好。对此，科学家强调规律作息，保证7到8小时睡眠，以及通过瑜伽、冥想、听音乐等方式放松心情，同样是糖尿病综合管理的一部分。身心状态稳定了，内分泌环境才更有利于血糖稳定。值得欣喜的是，如今医疗和科技的发展也在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控血糖。家用血糖仪、连续血糖监测设备让人们随时了解自己的血糖变化，从而及时调整饮食运动。手机 App 可以记录饮食并给出营养分析，就像一个随身营养师提醒我们注意控糖细节。甚至新药物和手术也不断涌现，让糖尿病管理更加多元。但即便如此，生活方式干预仍然是基础中的基础。正如医生所言，药物是辅助，自己的生活习惯才是主角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回到故事的开头。那位辛苦追查糖尿病祸根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医生，终于告诉大家，控制碳水的质和量就是远离糖尿病的关键。简单点说，就是管住嘴，迈开腿，放平心。听上去好像都是老生常谈的小事，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，决定了我们身体里那杯糖水的浓度。糖尿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掉以轻心。现在我们已经揭开了升血糖的幕后黑手，也认识了许多降血糖的食材英雄，还掌握了日本专家们推荐的种种妙计。剩下的就是把这些知识融入自己的生活，吃得聪明，动得勤快，
管理好体重和情绪。如此一来，即使偶尔享受了一块蛋糕、一碗拉面，我们的身体也有足够的缓冲垫去应对，不至于让血糖失控。最后，请记住，健康的控糖之道并不是压抑生活的乐趣，而是以更聪明的方式去享受美食与人生。正如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，我们与糖的相处也可以和平而美好。愿你我都成为自己血糖的主人，让糖尿病远远的靠边站，让甜蜜的生活不再有苦恼的阴影。拿稳手中的这把钥匙，守护好属于我们的健康人生。10多年前，英国一位家庭医生原本准备训斥一名不听话的糖尿病患者。这名患者患有2型糖尿病，按理说应该每日服药控制血糖。然而当他走进诊室时，医生惊讶地发现，这位女士不仅没有吃药，反而通过调整饮食瘦了将近19公斤，血糖值竟然恢复了正常。面对满面红光的病人，这位医生瞠目结舌，他从未想过不靠药物光靠吃，竟然能把糖尿病吃回去。这位医生名叫大卫·安温，而他的病人用的正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。这个出乎意料的成功案例彻底改变了安温对糖尿病的看法。他原以为2型糖尿病是种只能渐渐恶化、终身服药控制的慢性病，但眼前的事实让他意识到，通过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，糖尿病并非不可逆转。从那以后，安温医生在自己的诊所开始指导更多患者调整饮食，不靠药物来改善血糖。结果令人大为振奋，许多患者的血糖达标了，体重减轻了，有些甚至真正进入了糖尿病缓解状态，再也不需要药物了。时至2025年，像安温这样的英国医生越来越多，他们透过最新研究和临床实践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：2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改变吃来逆转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糖尿病的成因机制、饮食如何影响血糖，并深入介绍3种目前公开且有实证支持的饮食逆转糖尿病方案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场没有药物，只有刀叉与汤匙的健康革命。要了解如何用饮食逆转糖尿病，首先我们得明白糖尿病是怎么一回事儿。简单来说，2型糖尿病就是身体处理葡萄糖、血糖的机制出了问题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吃进碳水化合物，比如米饭、面包、糖分，消化后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，此时胰腺会分泌胰岛素，一种让细胞把葡萄糖吃进去的激素，好比开门的钥匙，打开细胞的大门，让血糖进入细胞提供能量，从而降低血液中的糖分。然而在2型糖尿病中，这套机制出了毛病。一方面，身体细胞对胰岛素不灵敏了，俗称胰岛素抵抗，就像钥匙孔生了锈，胰岛素这把钥匙插不进去。另一方面，胰腺产生胰岛素的能力逐渐跟不上需要，等于钥匙数量也不够了。结果就是葡萄糖进不了细胞，在血液中越积越多，血糖浓度居高不下。长期高血糖会对全身造成伤害，可能引发心脏、肾脏、眼睛、神经等一系列并发症。每当医生告诉病人您得了糖尿病，患者往往会担心，以后是不是一辈子离不开药和针了？这正是因为传统观念中2型糖尿病被视为无法治愈、只能控制的慢性病。那么血糖失控的根源是什么呢？除了遗传因素，主要还体重和饮食密切相关。多余的热量，无论是糖还是脂肪，会转化为脂肪囤积在体内，尤其喜欢堆在肝脏和胰腺周围。想象一下，胰脏就像一台制造胰岛素的工厂，如果周围和里面塞满了脂肪，机器零件运转不开，胰岛素产量就会下降。肝脏积累脂肪后，也会向全身释放过多的糖分。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罗伊·泰勒教授经过多年研究，提出了一个双循环假说。他认为2型糖尿病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体内那一点多出来的脂肪。当一个人体重超过了自己身体能健康负荷的上限时，过剩脂肪首先在肝脏堆积，干扰肝脏对血糖的调节。接着，肝脏把多余脂肪送到胰腺，导致胰岛细胞功能受损，胰岛素分泌不足，两方面一叠加，就引发了血糖节节升高的恶性循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只有肥胖的人才会得2型糖尿病，有些人外表看来不胖也运动，但仍罹患糖尿病，就是因为每个人体内能安全脂肪的个人上限不同。
一些基因因素使得某些人在 BMI 并不高的情况下，肝胰内脏已经藏了过量脂肪，一旦超过个人脂肪耐受限度，哪怕体重看似正常，仍可能出胰岛素抵抗和血糖升高。所以归根结底，2型糖尿病就是身体对能量储存超载发出的警报。再这么吃下去，我撑不住啦。了解了糖尿病的机制，我们再看看饮食如何影响血糖。一句俗话，病从口入，对2型糖尿病来说尤为贴切。饮食既是导致高血糖的直接因素之一，同时也可以成为扭转血糖失衡的强大工具。首先，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、糖类、淀粉类直接决定了饭后血糖的走势。吃下一碗白米饭或一块蛋糕，相当于一下子释放出大量葡萄糖，血糖猝然升高。相反，如果吃的是鱼肉、鸡蛋或绿色蔬菜，因为含糖很少，血糖就不会明显上升。所以我们常说的升糖指数，就是不同食物让血糖升高的速度。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控制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控制碳水的摄入量和种类，尽量避免精制糖和精细淀粉，如含糖饮料、甜点、白面包等，改用升糖较慢的全谷杂粮和高纤维蔬菜，同时适当增加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让血糖上升得更平缓。管住碳水就如同关小水龙头，让血糖这股水流别冲得太猛。其次是总热量摄入，长期摄入超过身体消耗的热量，我们就会发胖，内脏脂肪也跟着增加。如前所述，这会诱发胰岛素抵抗，使血糖控制变差。因此，管住嘴不仅只控糖，还要控住总热量。很多研究显示，只要体重减轻，特别是减掉肝脏和胰腺周围的脂肪，胰岛素作用就会改善，血糖也会随之下降。哪怕减重 5%、10%，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和血脂指标都会明显好转。因此，减重堪称是逆转糖尿病的关键一招。而减重最直接的方法，就是摄入比消耗更少的热量，也就是少吃。最后，饮食还影响我们体内胰岛素的工作节奏。如果我们从早吃到晚，零食不断，胰岛素就一直处于加班状态，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可能会越来越低，就像长期噪音环境下听力会麻木。相反，如果我们给身体定期休息，一段时间不进食，让胰岛素水准降下来，细胞有机会恢复敏感度，反而有利于降血糖。这就好比人需要睡眠充电，胰岛素系统有时也需要饮食的间歇来调节状态。总而言之，吃什么、怎么吃，对血糖的影响极大。正因如此，改变饮食才能对糖尿病产生如此戏剧性的效果。既然食物把我们养出了糖尿病，那么聪明的利用饮食，也完全有机会把血糖降回去。下面我们就正式来介绍3种不同的饮食策略，看看医生们是如何用它们来让患者摆脱糖尿病阴影的。方法1：极低热量饮食，用节食减重来拆除糖尿病。第一种方法的关键词是热量，它的原理简单粗暴，大幅度减少每日摄入的热量，逼迫身体动用储备能量，燃烧掉内堆在肝脏和胰腺里的过剩脂肪，从而实现血糖恢复正常。这就是所谓极低热量饮食，通俗点说，就是严格节食减肥。听起来有点饿，是不是？事实上，这种方法常常需要将每日总热量控制在800卡路里左右，远低于普通人的日常摄入，基本上等于把身体饿一饿，饿出新生。别小看这招挨饿大法，它可是有扎实的科学根据。还记得前面提到的罗伊·泰勒教授吗？他发现许多接受减重手术、胃绕道等手术的肥胖糖尿病患者，在手术后极短时间内，往往几天内，血糖就恢复正常了。难道手术有什么神奇魔力？泰勒教授深入研究后发现，其实奥秘不在手术本身，而在于手术让病人短期内饮食摄入骤减，身体迅速消耗掉大量内脏脂肪。这启发他去验证，不开刀，只靠严格节食，可不可以同样逆转糖尿病。2011年前后，泰勒教授招募了一批2型糖尿病患者，让他们严格执行为期8周的超低热量食谱，每日仅喝3杯特殊配方奶昔加1盘蔬菜，合计约800大卡，其他不吃任何东西。可以想见，这段日子病人们真是靠毅力在撑，饥饿感肯定会找上门，
好在配方饮品会加点蛋白质和纤维来增加饱腹感，同时需要大量喝水撑住场面。结果非常惊人，很多人短短2个月减掉了大约15公斤体重，随之而来他们空腹血糖降到了正常范围，有的甚至完全停止了糖尿病药物，病情达到了缓解。患者们欣喜若狂，连医生们都感到不可思议，难道真有可能用节食把糖尿病饿死吗？泰勒教授的团队用核磁共振扫描证实了原理，这些患者肝脏中的脂肪含量大幅下降，胰腺内的脂肪也减少了，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得到恢复，胰岛素分泌增强，于是血糖控制重回正轨。这项开创性的研究首次证明了2型糖尿病其实是可以逆转的，只要减重够多、够快，把关键器官里的脂肪减下去就行。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发现，英国随后展开了一项更大型的临床试验，名为 DIRECT 研究。在2017年前后，来自英国初级医疗的近300名2型糖尿病患者参与了试验。一组患者接受传统的糖尿病药物治疗和饮食建议作为对照，另一组则在医护指导下采用全餐代餐形式的极低热量饮食，连续3个月，每天只摄入约850卡路里，喝特制奶昔、浓汤作为全部餐食，期间所有降糖药和降压药都停掉，之后再逐步恢复正常健康饮食并保持体重。结果显示，极低热量组患者平均体重减轻了10多公斤，1年后有将近1半的人糖尿病达到缓解，血糖恢复正常且无需服药，2年后仍有超过1/3的人维持缓解状态。反观对照组，缓解率只有区不到 5%， 这意味着大幅减肥带来的里程碑式成果并非昙花一现，多数患者在1年内成功甩掉糖尿病，而且效果可维持至少几年。在随访5年时，大约仍有 13% 的受试者保持无需用药的正常血糖，尽管部分人后来体重反弹导致病情复发。试验中有趣的一点是，那些成功逆转糖尿病的患者几乎都减去了最初体重的至少15公斤。这再次印证了泰勒教授的观点，对于大多数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减重15公斤左右往往就是那个让胰脏重获新生的转折点。如果起病时体重并不高，可能需要减掉体重的 10% 左右才行。现在这套奶昔瘦身疗法已经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新鲜事，在英国，医生们开始把它应用到临床。2020年，英格兰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HS 推出了一个称为汤品和奶昔减重计划的试点专案，专门针对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为期1-2周的全餐代餐低热量饮食干预。结果同样令人鼓舞，平均每个参与者1年减去了10多公斤体重，其中约1/3的人在1年后达到糖尿病缓解，血糖正常，无需用药。看到这样的成绩，英国已在近年把这个计划推广到全国更多地区，希望帮助更多患者扭转病情。可以说，极低热量饮食已经从实验研究走向了现实医疗，成为逆转糖尿病的一把利器。不过我们也要坦率地说，这种方法挑战不小。首先，执行起来难度很高，每天只喝几杯代餐、奶昔和吃点蔬菜，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意志力的考验，饥饿感肯定会找上门。好在配方饮品会加蛋白质和纤维来增加饱腹感，也需要大量喝水撑住场面。其次，极低热量饮食一般建议在医生或营养师监督下进行，确保营养摄入均衡，并及时调整降糖药剂量，因为血糖会快速改善。最后，最难的是减肥易，维持难。不少患者减重成功后，随着恢复普通饮食，体重又悄悄回来了一些，糖尿病症状也可能卷土重来。所以这种方法的长期效果取决于后续能否维持体重。不过，即使未能完全逆转病情，减掉的体重也让血糖和健康状况比以前好了许多。一些患者会选择隔一段时间再来一轮短期低热量方案，以帮助保持成果。极低热量饮食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，对付因吃太多导致的糖尿病，就用少吃来治。通过一段时间热量断供，身体会启动自我修复机制，把多余的脂肪燃烧掉，胰脏和肝脏轻装上阵，恢复工作能力，血糖也就降下来了。它有点像给身体按下了一个重置键。当然，这个过程并不轻松，但胜在见效快，医学证据扎实。
对那些动了手术念头或者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来说，严格节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。毕竟，短短几周的苦行僧生活，换来的可能是糖尿病多年缠身的解除，听起来还是很值得的。英国有患者笑称，我只是暂时把美食换成了奶昔，却换回了我的健康。这或许就是对极低热量疗法最生动的注脚。方法2：低碳水化合物饮食。换种吃法也能逆转糖尿病。如果说极低热量饮食靠的是吃的少，那第二种方法靠的就是吃的巧。它并不强求严格限制总热量，而是重点针对导致血糖升高的元凶——碳水化合物。这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，其中极端的一种又称生酮饮食。简单理解，少吃碳水，多吃蛋白质和脂肪，把主食和糖分降到最低，让身体改用脂肪来供能。因为摄入的碳水很少，饭后血糖不会飙升，胰岛素需求随之降低，而身体在缺乏碳水、葡萄糖的情况下会进入燃脂模式，帮助减重，一来一回就能改善胰岛素抵抗并降低血糖。打个比方，低碳饮食有点像从源头关闭了血糖的水龙头，同时打开脂肪燃烧的引擎。低碳饮食早在20世纪初就被用来治疗糖尿病。在胰岛素没被发现的年代，控制碳水是当时唯一的手段。近些年来，随着对高碳水现代饮食的反思，低碳饮食重新受到关注。大卫·安温医生的故事我们开头已经提到，其实就是病人自己先尝到了低碳的甜头，倒过来教会了医生。安温从那以后成了低碳饮食逆转糖尿病的积极倡导者。他在诊所给许多2型糖尿病和前期患者开出少吃碳水的处方，患者们的反响非常好。统计显示，在遵循低碳饮食的100多位患者中，有一半左右达到了无需药物 HbA1c 恢复正常的状态，特别是那些新近诊断病程不到1年的患者，有高达 77% 在饮食调整后实现了糖尿病缓解。安温医生所在诊所因为药物处方骤减，光糖尿病药费每年就节省了数万英镑，连 NHS 官方都对他刮目相看。他本人也因此荣获英国年度一般科医生奖项，成为低糖医生的旗手人物之一。安温医生常拿自己的病例分享，有患者原本注射胰岛素多年，饮食改变后瘦了10几公斤，不到1年胰岛素居然停掉了。还有70多岁的老人，糖尿病史20年，一样通过改变饮食成功摆脱了药物。听起来像奇迹，但背后其实有理可循。究竟低碳饮食有何魔力？所谓低碳水化合物饮食，一般是指每天将净碳水摄入量控制在较低水平。对于逆转糖尿病，通常需要比较严格的低碳甚至生酮状态。例如，每天碳水控制在不超过50克净碳水，不含纤维的碳水左右。有些方案更严格，只给20克上下。这样几天后，身体就会进入酮症燃脂模式。也有较宽松的低碳饮食，如每日碳水100克以内，同样对血糖有益。重点是相比一般人动辄300克以上的碳水摄入，大幅度减少碳水。那吃啥呢？低碳并不意味着挨饿，热量可以来自蛋白质和脂肪。于是你的餐盘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，主食比例大大缩减，取而代之的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各类肉类、鱼虾、海鲜、蛋类、豆制品和天然健康脂肪，如牛油果、坚果、橄榄油，再搭配绿色蔬菜等低淀粉蔬菜。比如早餐不再是面包、牛奶，而是煎蛋、培根、牛油果；午餐、晚餐不碰米饭、面条，多吃1块肉配1盘沙拉。水果也选择含糖较低的莓果类，避免含糖高的香蕉、西瓜等。简言之，就是挑那些不太让血糖升高的东西来吃，把会大幅升糖的食物、糖、面食、米饭、土豆等淀粉尽量拒之门外。由于蛋白质和脂肪更能产生饱腹感，很多人发现低碳饮食下食欲会自动下降，不知不觉就吃少了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体重下降。更妙的是，低碳饮食让胰岛素分泌处于较低水平，身体处于燃烧脂肪模式，因此腰腹部的赘肉往往减得很明显，肝胰的脂肪也会同步减少。从改善机制看，低碳饮食和极低热量饮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一个是少吃一点，
一个是少吃一类碳水，两者最终都能达到减重降糖的目的。科学研究对低碳饮食逆转糖尿病的效果也给出了有力支持。美国 Verta 公司与印第安纳大学合作的一项为期2年的研究中，将约350名2型糖尿病患者分成2组，一组接受常规糖尿病护理，另一组采用严格的生酮饮食并有健康指导。结果生酮组中有 60% 原本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停用了胰岛素，总体约一半人在1年后达到糖尿病缓解或逆转，2年后仍有将近40%保持缓解，而对照组只有1%左右的人达到缓解，和英国 Direct 研究的效果不相上下。更长远的观察发现，许多遵循低碳饮食的患者不仅血糖降了，血压、甘油三酯等心血管风险指标也改善了。难怪近年主流糖尿病机构开始承认低碳饮食的价值。美国糖尿病协会在2019年将低碳生酮列为糖尿病营养治疗的一种可选方案。英国糖尿病协会也越来越多地讨论低碳饮食的益处，毕竟证据摆在眼前，不吃米面糖也许比吃几片药更管用。对很多患者来说，这种改动饮食习惯的方法具有可持续性，因为他们照样能吃饱吃好，只是换了食物种类，没有饥饿感的折磨，相对容易长期坚持。当然，低碳饮食也并非没有争议，一些人担心长期高脂肪摄入会不会对心血管有害，或可能导致营养失衡。尤其极低碳的生酮饮食，维生素纤维摄入不足，需要精心安排菜谱，并适当补充营养。另外，刚开始实行低碳饮食，有的人会出现生酮流感的不适症状，头晕、乏力、口干等，但通常1-2周内可缓解，多喝水和补电解质能顺利过渡。还需提醒的是，如果正在服用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，开始低碳饮食前应咨询医生并调整药量，因为血糖会明显降低，药量过多反而有低血糖风险。总的来说，低碳饮食对逆转糖尿病是安全且有效的，前提是科学实施并因人而异。如果同时能兼顾均衡营养，如多摄入蔬菜、适量水果、坚果来补充微量元素，低碳饮食可以成为一种长期健康饮食模式。很多人戒掉甜食和精白主食后，反而感到精力更好，肚子更小，甚至口味变清淡了。有人打趣说，糖尿病逼着我戒糖，结果一不留神还戒出了6块腹肌，这真是低碳饮食带来的意外惊喜。方法3，间歇性断食，给身体放空的魔力。第3种方法关注的不是吃什么，而是什么时候吃，它就是近年风靡全球的间歇性断食。乍一听断食，不少人会吓一跳，不是吧？还要挨饿？其实和极低热量饮食那种连续节食不同，间歇性断食讲究的是有规律的进食与进食交替，即在特定的时间段里吃东西，其他时候完全不摄入热量，可以喝水或无糖饮品。常见的做法有日常限时进食，如16.8分，即一天中进食16小时，8小时窗口内进食，或周期性断食，如5.2分饮食法，即每周5天正常吃，2天严格控制在500到600大卡左右。也有人采取隔日断食或更长时间的断食模式。对于逆转糖尿病而言，目前应用广、研究也较多的是16.8分每日限时进食和5.2分这种部分断食的方法。间歇性断食为什么有助于糖尿病？原因与胰岛素的工作节律有关。当你空腹一段较长时间，血糖会逐渐下降，胰岛素水平同步降低。低胰岛素状态下，身体开始动员肝脏的糖原和脂肪细胞的脂肪酸来供能，即开始烧脂肪，包括脏器周围的脂肪。原理和极低热量饮食有点类似，只不过间歇性断食不是每天都饿，而是在特定时段不吃，其他时段正常吃。靠这种周期性开关，既给了身体燃烧脂肪、修复胰岛素敏感度的时间，又不会让你一直被饥饿困扰。长期下来，很多人发现间歇性断食确实能带来明显的体重下降和腰围缩小，而在允许进食的那段时间，只要选择健康食物，不过度暴食，就不会有太大压力。对血糖而言，断食时段等于给胰岛贝塔细胞放个假，大大减轻胰岛素分泌的负担。而进食时段若能避免精制糖和高升糖物，
饭后血糖也不会飙高。如此双管齐下，胰岛素抵抗得以改善，胰腺功能得以休养，血糖就稳步向好。英国医生迈克尔·莫斯利是将间歇性断食带入大众视野的重要推手之一。莫斯利原本是一名医生兼电视记者，大约在2012年，他发现自己的血糖已经接近糖尿病水平。为了避免走上长期吃药之路，他开始寻找饮食干预方法，最终接触到当时还算新兴的间歇性断食。与营养学者合作后，莫斯利设计并亲身实践了5.2分断食法，每周2天将热量限制到600大卡左右，另5天则正常饮食但不胡吃海塞。短短8周里，他减下约9公斤体重，腰围变细，血糖从糖尿病边缘降回正常范围，成功逆转了自己的糖尿病前期。此后，莫斯利便在媒体公开5.2分法的原理与成果，引起轰动。后来他把经验写进《血糖、饮食》等畅销书，继续宣传间歇性断食如何帮助逆转2型糖尿病。如今在英国，一提到间歇性断食，莫斯利医生的名字总是绕不开。当然，科学讲究实证，最初传统医学界对断食疗法也颇感疑虑，但近年来不断有研究为其背书。最新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了5.2分饮食对糖尿病的潜力。在为期16周的对照试验中，受试者分组使用不同药物或5.2分断食法，断食组的血糖和体重改善效果竟然比部分药物组更佳。还有其他一些临床数据和案例报告也显示，间歇性断食可以明显帮助糖尿病患者减轻体重、降低血糖，甚至部分人能够停药保持正常血糖达1年以上。对于那些病龄较长、常规药物控制欠佳的患者，也并非没有机会看到惊喜。实践中，不少糖尿病患者认为间歇性断食操作较灵活。例如 16.8 分，你可以选择跳过早餐，只吃5碗2餐，也可以晚餐时间提前，晚上不再进食。5.2分法则更轻松，每周只有2天要严苛控制。有人甚至把间歇性断食和低碳饮食结合起来，非进食时段燃脂，进食时段少吃碳水来防血糖大波动，效果更佳。当然，要提醒大家，断食必须量力而行，讲究科学，别盲目长时间不进食造成低血糖或其他风险。若你正在用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，最好事先咨询医生调药，以免血糖过低。一般来说，从日常限时进食开始，慢慢适应，再尝试更严格的断食模式也不迟。只要方法得当，间歇性断食不仅有助降糖减重，还可能带来抗炎、改善代谢等多重健康益处，是一举多得的生活方式升级。不少人还指出，这种周期性饥饿进食的节奏其实与人类祖先长期狩猎采集、不稳定进食的历史相吻合，身体并不陌生，反而会启动许多深藏的自愈机制。总结3种方法后，你可能已发现一个共同的秘密，无论是极低热量饮食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，还是间歇性断食，他们的目标其实如出一辙：减轻体重，改善胰岛素功能，从而降低血糖。换言之，通过改造吃来减轻或拆除糖尿病的根源压力、胰岛素抵抗和胰腺负担。以前我们总说糖尿病是富贵病，那么对付它的妙招也许就是先苦一点，瘦一点。英国医生们的研究和实践证明，与其依赖药物，不如花几周或几个月改变饮食，收获的好处可能不只是减药那么简单，有时甚至能迎来真正的逆转。想象一下，不再天天惦记药盒、针头，血糖复查也一次比一次稳定，这种摆脱束缚的感觉岂不妙哉？当然，我们也要理性认识逆转这个概念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通过饮食干预所达到的糖尿病缓解是一种可控的恢复，而非完全治愈。只要持续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血糖可以长期维持在正常水平。但如果体重反弹，重回不良饮食习惯，糖尿病依然可能卷土重来。因此，逆转并不意味着可以彻底高枕无忧，反而说明今后更要对身体负责。好在许多成功逆转的患者表示，当他们真正感受到不吃药的轻松和健康的愉悦，反倒更愿意持续努力，不想再回到糖尿病的泥潭。有人担心，我糖尿病已经好多年，现在还能逆转吗？其实，
只要你下定决心，永远不嫌晚。研究显示，哪怕糖尿病病程超过10年，也并非完全没有逆转的可能。即便不能完全缓解，大幅减轻体重也足以显著改善血糖和并发症风险。当然，越早行动，往往越容易见到明显成效。对于那些正处在糖尿病前期的人来说，更是大有可为。饮食改造、体重管理，也许就能把血糖从临界点拉回正常，在它变成真糖尿病前，成功扭转乾坤。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花样的饮食模式，被证实对糖尿病有益。但不管怎么演变，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将主动权交还给我们自己。英国医生们已用实战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，越来越多患者也在亲身体验这种惊喜。或许再过一些年，我们回头看2020年代，会把它称作糖尿病治疗理念的重大转折期，从只能用药物控进化到先用生活逆转。那时，糖尿病无法逆转这句话将被彻底颠覆。每个人都能在3餐里发现改变命运的力量。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，听上去像古老的谚语，如今却在现代医学中得到验证。最后，想对所有正与糖尿病斗争的朋友说，不必灰心，更不用认定只能依赖药物。也许开始时的饮食调整让你觉得不易，但当你看到体重秤上数字下降，感受到血糖渐渐平稳，体会到身体变轻松的好处，就会发现自己开启了全新的篇章。无药而愈或许并非神话，你的厨房就藏着神奇的处方，你的刀叉和汤匙就能带你走向逆转的坦途。愿我们都能借由这场由英伦刮起的饮食革命，把糖尿病一口一口地吃走，迎接更自在、更甜蜜的未来。糖尿病，一个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的现代文明病。许多中老年人一旦被诊断出糖尿病，仿佛被判了终身监禁，每天不是吃药就是打胰岛素，饭桌上更是郁郁寡欢，什么好吃的都不敢碰。然而最新的研究发现，糖尿病并非毫无转机。有医生直言，只要平时爱吃4种特殊的食物，即使活到99岁，血糖都能稳稳当当，不再轻易高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吧？更遗憾的是，许多老年朋友还不知道这件事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糖尿病救星的秘密，看看是哪4种食物如此神奇，以及它们背后科学依据。看完记得赶紧告诉家中的长辈，让他们也吃起来吧。要了解为什么某些食物能稳定血糖，我们先简单回顾糖尿病是怎么回事。糖尿病其实不只是血糖高那么简单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吃下食物后，碳水化合物会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，胰脏分泌胰岛素，帮助把葡萄糖送进细胞，供身体当燃料使用。但在糖尿病患者身上，这个机制出了问题，要么胰岛素分泌不足，要么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。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胰岛素抵抗。结果就是葡萄糖进不去细胞，在血液中越积越多，血糖值节节攀升。血糖长期过高会对全身造成损害，好比浓糖浆在血管里流窜，时间长了会黏坏身体各个器官。最明显的危害包括眼睛视网膜病变可能导致失明，肾脏过劳引起肾衰竭，神经受损导致手脚麻木，还有心脏病、中风的风险大增。更令人闻风丧胆的是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，例如糖尿病足。所谓糖尿病足，就是因为足部血液循环不良导致伤口溃烂，久不愈合，严重时甚至需要截肢。简而言之，糖尿病若控制不好，不仅影响生活品质，还可能危及生命。因此，所有糖友和家人都十分害怕血糖飙高这件事。幸运的是，糖尿病虽可怕，并非完全无计可施。医生和营养师一再强调，控制血糖的关键在于良好的生活方式，其中饮食调理最为重要。那么控糖饮食有什么基本原则呢？总之就是要做到少甜少白，多鲜多彩。少甜，远离含糖饮料和甜食点心，因为直接摄入大量精制糖，血糖肯定蹭蹭往上窜。想解馋，可以用天然甜味的水果，当然也要适量，来代替蛋糕饼干。少白，这里指少吃白色精致淀粉类食物，比如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面包。这些精致主食缺乏纤维，消化吸收太快，容易让血糖短时间内飙高。可别以为饭菜不甜就没糖，白米饭虽然吃起来不甜，但分解后产生的葡萄糖一点也不少。对糖尿病人来说，
一个大白馒头可能比一小勺白糖还让血糖升高呢。多铅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例如全谷杂粮，如燕麦、糙米、小米等，以及豆类、各种蔬菜等。纤维就像海绵，能延缓糖分的吸收，避免餐后血糖骤升。而且高纤饮食有助控制体重，体重下降了，血糖也会跟着更稳定。多采，确保餐盘上有彩虹般的各色蔬菜水果，深绿色、红色、橘色、紫色等不同颜色的蔬果富含各种维生素和植化素，对身体有保护作用。比如深绿色的菠菜、西兰花富含镁和铬，有助提升胰岛素作用；红色的番茄、草莓含有茄红素、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，有助减轻炎症。当然，水果也要控制分量，尽量选择糖分较低的品种，例如莓果、奇异果，而不是含糖极高的榴莲、葡萄干。均衡适量，除了以上少什么多什么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定时定量，均衡营养。每餐定时适量，不暴饮暴食，也不随意饿肚子。碳水、蛋白质、健康脂肪搭配均衡。蛋白质如鱼肉、蛋类、豆制品，还有适量的健康脂肪如坚果、橄榄油，可以减缓碳水的吸收速度，也有利于长时间维持饱腹感，这对控糖大有帮助。掌握了这些原则，糖尿病患者的餐桌其实也可以丰富又美味，不一定非得清汤寡水。当然，大家最期待的还是揭晓今天的重头戏，到底是哪4种食物这么神奇，连医生都说吃了血糖不会升高呢？好了，现在揭晓今天的主角，4种对稳定血糖特别有帮助的食物，它们背后都有科学研究撑腰，长期食用有望让血糖保持平稳。我们一一来介绍，看看您是否经常吃，或者是不是第一次听说。提到纳豆，很多人脑海浮现的是那黏黏稠稠、有特殊气味的日本传统早餐，但别小看这不起眼的发酵黄豆，纳豆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降糖能手。纳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，本身几乎不含糖分，而且含有多种对控糖有益的营养，例如大豆异黄酮、维生素 K2， 以及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纳豆激酶和伽马聚谷氨酸等活性物质。科学研究发现，纳豆中特有的伽马聚谷氨酸可以抑制餐后血糖的上升，让吃完饭后血糖不会冲得太高太快。同时，纳豆丰富的益生菌有益肠道健康，改善肠道菌群，也有助于提升身体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。日本有项小型实验，让受试者早餐搭配高伽马聚谷氨酸含量的纳豆，结果发现，相比不吃纳豆时，同样餐食下受试者的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明显降低，胰岛素分泌反应也更加平缓。难怪有人戏称，日本人长寿的秘密之一就是每天一盒纳豆。对于糖尿病人或血糖偏高的人来说，纳豆完全可以成为餐桌上的常驻嘉宾。吃纳豆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您可以把纳豆搅拌后淋在热腾腾的糙米饭上，加点葱花和酱油调味，也可以将纳豆拌入沙拉或搭配全麦饼干当做健康小点儿。如果刚开始不习惯纳豆的味道，可以少量多次尝试，慢慢培养出对它的接受度。一旦习惯了，您可能会爱上这独特的风味，而且您的血糖也会默默感谢您。接下来登场的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超级谷物藜麦。藜麦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区，被誉为谷物之母。联合国甚至将2013年定为国际藜麦年，用以推广藜麦的种植，可见其营养价值备受肯定。藜麦长得像小小的圆粒，但用途上可当作主食谷物。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升糖指数低，相比白米饭等传统主食，吃同等碳水化合物含量的藜麦，餐后血糖上升的更慢更少。这是因为藜麦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，消化速度较慢，不会让血糖蹦极。有研究针对一群老年前糖尿病高风险人群进行实验，让他们用藜麦取代部分精白米饭，结果显示食用藜麦的一组，餐后血糖和糖化血色素这一长期血糖控制的指标都有所改善，患糖尿病的风险也降低了。除了低升糖，藜麦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，是少见的全蛋白质谷物，还富含镁、钾、锌等矿物质和维生素 E、B 族维生素。对糖尿病患者而言，藜麦不仅能当饭吃，
还能补充微量营养，帮助改善代谢健康。在日常烹调中，可以用藜麦煮粥，或者像大米一样煮饭，可以单独煮或与白米混合一起煮，还能用藜麦制作炒饭，甚至把煮熟的藜麦拌入沙拉，做成藜麦蔬菜饭团。口感方面，藜麦略带坚果香，且有点 Q 弹。许多老人家一开始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吃完都惊讶，这米怎么有点弹牙，而且还挺香呢。如果您家里有糖友长辈，不妨尝试让他们用藜麦替换一部分白米饭，相信坚持一段时间后会看到血糖管理的惊喜变化。第3号选手是一种物美价廉的寻常食材，没错，说的就是海带。海带在营养学界可是大名鼎鼎，被称为海上蔬菜，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以及独特的海藻多糖。研究指出，海带中的多糖物质，如褐藻多糖和盐藻多糖，具有降血糖、降血脂的作用。一方面，这些物质在肠道中形成粘稠的胶质，减缓糖分和脂肪的吸收速度。另一方面，科学家发现海带中的某些活性成分能促进胰岛素分泌，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。换句话说，常吃海带有助于让血糖更快被细胞吃掉，不在血液中积聚。除了控糖，海带还富含碘、钙、铁等矿物质，对预防甲状腺疾病、骨质疏松、贫血等都有好处，可谓一举多得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海带含碘量较高，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和孕妇不宜过量食用。一周吃1-2次适量的海带问题不大，但不要天天每餐都大量吃。对一般中老年人而言，海带是价廉味美的保健食材，无论凉拌海带丝、海带煲汤还是海带炖肉，都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作为日常菜肴。想象一下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海带排骨汤，既暖胃又稳糖，喝汤的同时把软烂入味的海带吃下肚，既享受了美味又获得了控糖益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最后压轴登场的是一种喝的而非吃的东西，同样值得推荐给糖友们，它就是桑叶茶。桑叶就是桑树的叶子，古时候用来养蚕，因此过去常被视为不起眼的农业副产品。殊不知，在传统中医药里，桑叶早就是有名的天然降糖药材，是治疗消渴症的常用药方之一。所谓消渴症，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称呼。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了桑叶的降糖功效。桑叶中含有一种特殊成分，叫脱氧野绦霉素，简称 DNJ。这种物质能抑制小肠对糖分的吸收。简单来说，饭后喝点桑叶茶，可以让部分淀粉没那么快转化成葡萄糖被人体吸收，从而减缓餐后血糖上升幅度。此外，桑叶还富含多种黄酮类和生物碱等活性物质，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。长期饮用对预防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也有潜在益处，比如可以减少心血管病变、视网膜病变的风险。有研究让2型糖尿病患者每天饮用一定剂量的桑叶提取物泡茶，数周后发现他们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色素都有所下降，可见桑叶对稳定血糖确实有效。不仅如此，桑叶茶还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调节血脂，对于同时患有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这3高问题的人群，它也有不错的辅助改善作用。饮用方面，干燥的桑叶可以像泡茶一样用开水冲泡，焖5到10分钟后饮用。茶汤清香淡雅，略带一点植物的甘苦，但多喝几次就能品出清甜的回味。市面上也有现成的桑叶茶包，或者与其他花草搭配的养生茶包，喝起来更加方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桑叶性偏寒凉，体质虚寒或者肠胃不好的人不要空腹大量饮用，最好饭后再喝，而且一开始先泡得淡一点，让身体适应。总的来说，桑叶茶是糖友们日常养生的一把好手。老一辈中许多人或许不知道这号天然降糖茶，现在了解了，不妨也试试看。介绍完了食疗法宝，咱们再聊聊给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提醒和建议。首先，心态很重要，得了糖尿病不用过度恐慌，也不要自暴自弃。正如前面所说，通过饮食调节和生活习惯的改善，很多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把血糖控制得稳稳的，甚至接近正常人。现代医学已有许多成功案例，
一些患者通过严格的饮食管理和坚持运动，体重减轻了，血糖指标大幅下降，甚至暂时摆脱了药物。这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缓解，也有人称之为逆转。所以中老年朋友千万别以为自己年纪大就没戏了，只要开始改变，任何时候都不晚。其次，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习惯，除了我们强调的均衡饮食、选对食物外，规律运动、充足睡眠和情绪管理也很关键。运动被称为隐形的降糖药，因为肌肉活动时会大量消耗血糖，不需要胰岛素帮忙也能把葡萄糖拉进细胞。中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，比如饭后散步、打太极拳、跳广场舞，或者每周几次适度的游泳、快走等有氧运动，同时配合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，增强肌肉含量，让身体对胰岛素更敏感。俗话说得好，动一动，少吃药，每天动一动，胜过旁人吃几片药。再次，定期监测和就医也不可少。血糖仪在家自测血糖是必备的工具，特别是刚开始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时，可以更频繁地测量空腹和餐后血糖，观察自己吃了哪些食物后血糖控制得好，哪些食物容易让血糖飙升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另外，每隔3个月应到医院检查一次糖化血色素，了解长期控制情况。不要因为觉得麻烦就忽视检查，身体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值得警惕。比如前面提到的足部症状，如果出现伤口愈合慢、麻木、皮肤颜色改变等，一定要及早就医处理，以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。最后，饮食控糖是长期的功课。今天我们推荐的这4种食物，纳豆、藜麦、海带、桑叶茶，并不是灵丹妙药，吃了它们并不代表就此万事大吉，可以大鱼大肉任意来。它们的作用更多是保驾护航，帮助我们在日常饮食中更轻松地稳定血糖。该注意的总量控制还是得注意，药物治疗也不能擅自停止。不过当您把好的生活习惯坚持下去，慢慢的也许就真的能减少药物剂量，甚至在医生指导下停药，靠饮食和运动就把血糖照顾好。到那时，您会发现糖尿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掌握主动权，健康享100岁。新研究带来的好消息是，糖尿病并非绝症，只要找对方法，我们完全可以跟它和平共处。饮食上稍作调整，特别是善用以上提到的4种食物，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血糖高也能被我们牢牢踩在脚下，不再任它肆虐。试想，到了99岁高寿之年，您依然精神矍铄，品尝着可口的饭菜，血糖仪上的数字稳定如山，这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是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造的未来。健康长寿从来不是命中注定，而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从今天开始，邀请您和家中的长辈一起踏上控糖养生之路，爱上那盘纳豆，尝试一碗藜麦饭，经常吃点海带，泡上一壶桑叶茶。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控血糖，最后却会发现整个身体都在悄悄变好。与此同时，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，多和家人朋友分享健康资讯，分享生活乐趣。良好的心态本身也是最好的长寿药。希望这篇分享能给您带来信心和实用的建议，让我们一起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手中，别再让糖尿病吓倒。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，努力活到99岁，依然血糖稳稳，笑口常开。看完之后，别忘了把这份健康秘诀告诉您关心的人，让大家一起受益。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行动，为了更好的明天，一起加油。